Hello，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首先，我们先玩一个热身小游戏。好，这个游戏叫心口不一，我能行。先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好，你叫什么？我叫许七安吧。行，那我也给自己起个名字，我叫宝宝。你叫宝宝，有诈。我们起好自己的名字之后，首先就是我们要一起喊大凤，大凤指定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来吧。大凤，大凤指定行。3，大凤，大凤指定行。2，大凤，大凤指定行。3，大凤，大凤指定行。2，大凤，大凤指定行。4，宝宝，宝宝。那我们热身小游戏就好了。 OK， 然后我们就正式进入问答环节。观众经过了1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开播。这一次为大凤开播做了什么特别的准备？准备的挺大挺多呀我在拍摄期间囤了一些小物料啊、小视频啊、小照片啊，前段时间也都在整理了，肯定是会根据到时候的剧播的节奏去分享给大家。当时在接到这个剧本时是什么样的契机？第一次读完剧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其实就是和制片人刘文阳总，我们就一拍即合，在北京吃了一个饭，吃的是个川菜。菜还挺好吃。后来就是看剧本，看完剧本后的感受就是很容易看进去，看完一集想看下一集的这种感觉，而且看整个过程会相对来说轻松一些。除了比如说一上来建立大凤的世界观，这些需要去理解一下，一旦进入大凤这个世界过后，会觉得剧本后面的故事走向和人物色彩都会非常的有趣。也看完的时候也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恨不得立刻开拍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其实看完了过后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许七安的这个台词量真的蛮大的，所以当时并没有那么想说马上进行操刀，是想要一个充足的时间来说把剧本好好的去准备一下。这一次呢是第一次演这种比较偏悬疑玄幻类型的题材，会有什么演绎上的不同？当然会根据这个所饰演的角色和所拍的这个作品的气质不同，去对自己的表演进行一些调性上的调整，这是肯定的嘛。大凤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比较落地的，然后很接地气的，有着这种烟火气的。那相对来说，我们在现场除了一些比较玄幻题材，比如说有这种佛像啊、武功啊这方面的设定以外，我们大部分时间演员对手的交流都是一个很自然、很松弛的一个状态，更偏生活化一些的。所以对表演上也是就是说去做到一个松弛的感觉和一个真实的感觉，就是哪怕它是一个古装，但是不会有这种距离感。在拍摄前和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有趣的经历？太多了。去新疆拍摄，有一次收工，我们3个人去吃火锅，然后在新疆当地点了以为平时能吃完的量的牛羊肉，结果在新疆一上来就傻眼了，这一大桌，然后每块肉都是那种巨厚巨大的那种，肚子快撑炸了，都没有吃完。白天追剧团的时候提到做身材管理的那个话题，对，那场戏已经拍完了，后面我就相对来说饮食会放松一些，没有那么硬性要求。剧中有非常多好看的 look， 比如那个大佬的那个白衣服啊，还有我们当那个衙役的时候的衣服，还有打工人的制服。粉丝说这1年做物料都已经盘包浆了，想问一下弟弟最喜欢哪一套？打工人里面硬要排的话，铜锣在我这儿会排名更高一些的，就我喜欢那一套，因为铜锣的衣服穿起来它又是轻巧，但是同时呢它又有打工人的那个气质。金锣的和银锣的衣服呢确实很气派，但是呢就你要付出相对应的就代价，它很沉，然后会穿着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自在。许七安的私服的话，我比较喜欢最后从云州回来的时候的一身衣服，也是那身衣服应该也是最后结局的，大家看到那个斩立决的那身look。 作为名侦探许七安，王帝本人平时会喜欢一些探案刑侦类的题材的作品吗？会有比较特别喜欢的作品举例吗？那不得不提我潘老师的白夜追凶和白夜破晓，第2部还没追完，但第1部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因为第2部自己也就现在的工作行程比较满，没有时间追剧，但回头一定会去补上的。是不是跟潘老师合作？黑夜告白，那我们也期待。本剧是以剧本杀为契机的一个穿越，如果王鹤棣本人穿越到大凤的年代的话，是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那先认识许七安呀。抱大腿。对啊，跟着安哥混呢，因为许七安那一套我都熟了嘛，跟着许七安的后面应该在大凤应该也还不错，能再打个人有一番立足之地吧。剧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桥段，背古诗的时候突然有一句月光下小屋的那种歌词出来，或者是那种认错公主的比较好笑的片段，这个是怎么设计和拿捏分寸的呢？确实我们的现场的氛围会非常的欢快，导演很给我们这样的发挥空间。我们后来就有个习惯，就是有时候
这场戏就老想主动去想一点什么东西，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这个东西我想出来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采不采纳，可能现场大家一块评判，我们对手也觉得好不好，导演觉得好不好，但是呢不会有压力的说，哎，这个我想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好不好，我就不说出来。就是其实每个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就是很勇敢的去表达自己，说，哎，这会儿的想法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家在一起在探讨讨论。那个共同创作的，对，月光下小屋那个是谁想的？就我自个儿想的。那个很好笑，我自个儿想的，因为那段时间就是那首歌在大家就是老一块唱，那是我们大凤剧组自己的难忘今宵。如果王鹤棣要打分的话，为自己演绎的时间来打几分？啊，77分，77分这个数字好像和许乾很贴啊，就777分吧。满分是？满分随意了，无所谓。这个我觉得大家观众定夺吧。弟弟第一次开演唱会有做什么样的准备？首先收集歌词，就在收工之余抽时间去练了一段舞，对自己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就以前自己完全没干过的一件事情，难度可能这次相对来说更难一些，算是一个大挑战吧。还有就是串联整场演唱会的这些流程啊，每首歌的情绪表达呀，每首歌的歌词啊，都每天都在不停的过啊，包括还有造型什么的，也是我和造型团队好多个造型团队一直在这种商讨和这个各种设计上互相沟通想法，这种照顾到和去准备到去想到的各方各面还挺多的。会有一些比如要锻炼一下体能之类的吗？会，也是做了一下饮食控制这种，做一些减脂啊、身材管理啊这样的准备吧。比如说日常有时间去打个球，这样的有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能锻炼到这个体能上的一个项目吧。恰巧又是我常做的，所以体能这方面我是稍微还没那么担心。咱们今天说的那个3万热度值的那个，就是要露腹肌什么？对，本来是奔着演唱会的，但是今天这个 flag 呢，那既然都答应了，那肯定也得做呀。正好一起练一练。去年弟弟的那个星光大赏的黄发的造型特别出圈，可不可以不先剧透一个有没有什么样的钉子？其实自己还没有想好，黄毛的造型也就是那会儿杀青了，自己想换个发色，换个心情这样的。今年在意吧，我觉得大家就是也不是说就是要抱太高的期望，会有压力的，就是平常心高兴的去参加这个盛大的盛典就可以了。总结一下2024年弟弟最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还挺多的，今年让我开心的事情，比如自己前面有一部作品杀青，现在的拍摄的电影也在顺利的进行，现在又要迎来演唱会，又要迎来大凤，已经迎来了新专辑，所以这些事情都挺让我开心的。想问一下弟弟2025年自己的一个最大的目标或者是心愿。第一个肯定是希望能够遇上更多的角色和作品，第二个就是明年希望我的第一部电影能可以和大家见面。当时采访上线的时候是已经开播的状态，想让弟弟给还没有开始追大凤的人花式安利一下。求求还没有看大凤大跟人的朋友一定要看起来，谢谢。大家好，我是王鹤棣，我是刘奕君，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新招来的新入职的职员，他的名字叫许七安，是一个职场小白。哇，魏公的话一出来，已经开始紧张了。那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大凤的最厉害的人物，手眼通天，法力无边，能文能武，然后是我们打更人的最高统领人，也是我的职场贵人以及亦师亦友的好朋友魏公。弟在戏里会日常开启泡泡模式吗？当然，他就是这样子的。平常拍戏的时候，不知道哪天突然之间魏公，然后看见了之后，然后就咔给你说了半天，就是类似那样的话，总是很开心。那你对彼此印象来源于哪里？就是我早就知道，因为他是很多年轻女孩子的偶像，真的确实是。知道他的名字，然后看过他一些片段。之前看过很多军哥的作品，然后军哥以往的角色形象就是很有气场，很威严。得知要和军哥合作的时候，很紧张，很忐忑。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在现场就跟我说第2天要开始拍我和魏公的戏份的时候，我还去跟导演说，哎呀，我好紧张啊，怎么办？今天回去好好准备，因为我跟魏公有很多戏，我的词儿会很多嘛，就是会汇报工作什么的会很多。对。然后见前辈，我怕自己表现不好，怕留下不好的第一印象。但后来我们就是从陌生到认识，然后就很反差。军哥是一个非常温柔，
柔，然后也非常会照顾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大哥哥。大哥。拍第一个场景是我的主场景，也是他的一个主场景之一，叫好气楼，就是等我们单位，所以他到我那儿总是汇报工作，然后是受压迫这样的，所以我一去现场的话也是很严肃的，带着去剧情中的那个。但是刚刚开始，我对他也不熟，他对我也不了解，你知道吗？他准备的特别充分，台词啊各方面准备特别充分。然后当时我在演的时候，我在审视这个年轻的这个演员啊，我就觉得，他不但是准备的好吧，而且就是他会演戏。大概拍了2、3天之后，我就问他，我说王鹤棣，我说你演了多少年戏了？他说我演了3、4年、4、5年、5、6年。我说真的吗？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然后非常有阅历的一个演员的一个状态，特别好。哎呀，魏公夸夸。哎，你说我说的是不是？魏公夸是。大概3、4天之后，对，是吧？他是一个把演戏当成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年轻演员，我们就合作的很默契，很好，很开心。然后他也越来越放松，我感觉到整个拍摄到后面的话，我觉得他进入一种化境。其实选择王鹤棣来演许谦，可能就是天选，就是最恰当的。他和这个角色已经完全最后化在一起了，这个很难得的。谢谢魏公。你俩会觉得对方在干什么时候是最有魅力的？肯定是在现场，然后和魏公创作的时候，受到他的启发和他就是在我们对戏的时候在带领我们的那种感觉是最有魅力的，非常好的领导的形象。然后跟着他一块演戏吧，你就能兜底的那种感觉，很有安全感，演起来也会非常的舒服，然后也会感觉被温暖到。谢谢，这其实对我其实挺大的一个那个评价。在我们认为演戏一定是为对手去演，比如说我说了这句台词之后，对手只要听进去了，他一定不会忘记他下面应该说什么，就是我一定把这个话、把这个逻辑啊、事件啊都递到嘴边了，他只能说那个台词，这个就是为对手而言，这个其实对手觉得也会很安全。有一场戏是魏公真对我发火了，那场戏还扔了个茶杯，是吧？对。平时魏公都是就是说话是那种很儒雅的、慢慢的、娓娓道来那种，但那一次是真生我气了。然后军哥给到的那一下，我当时的反应，我觉得是真害怕，那一下是真怂了。就这种感受，我觉得就是在创作上来说很美妙。就那一刻那个感受，我觉得是魏公给到我的。刘老师觉得弟弟在演是会有魅力的。他在工作的时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调皮，他的松弛，他的那种灵动，我就觉得是最能感动人的。比较好奇咱们这个剧的片场是谁是团宠？他肯定是他。哎呀，其实你在好气楼的时候也是团宠，是，但是你在各个别的场景的时候肯定是团宠。魏公的左膀右臂，金锣、银锣、铜锣们就都爱争宠这个事儿。确实在这个方面我做的比较成功啊。家里面的话，其实有个小妹妹小豆丁，对，就也挺团宠的。在这个片场经常会吃火锅是吗？那梁老师怎么以两部美食的诱惑，最多就是补充晚饭的时候吃？我是前期一直在吃那个减脂餐，但是我1周或者10天的话，就会有一次欺骗餐，就会邀上就是小伙伴们一起聚餐什么的。许谦就是戏会多一些，然后有时候会拍夜戏的时候，魏公他们就会先吃着等我，然后还会给我留好菜，就会跟我说赶紧吃，赶紧先吃会儿。许谦这个角色嘛，就是他人物是非常丰富的，或者这个人物最过瘾的地方是哪里？这个人物的全面性吧，他是一个非常丰富立体的一个角色，有爱情，有职场，有家人，能遇到一个这么丰满，然后情感建立的就是基础很深的一个这样的构架，我觉得是给到一个演员很足的一个信念感和一个信心去诠释在这个角色当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肢体动作，而且还有就是他很鲜活。过去在古装剧比较多演的是晋江那种很高冷的晋江男主嘛，这次转型当逗逼的起点男主是有什么契机？很开心啊，很开心，而且很融入在这里面，很享受这个欢快的氛围，能给大家带来开心的这种戏的一个过程，是很享受的。那影视剧里当起点晋江或者海棠男主，你觉得哪一个是更过瘾、更带感？我不会给我的角色就是设定这种标签化，我觉得还是要看人物自己本身的色彩以及剧本的故事质量，不想去给自己的角色设限，而是看我跟这个角色之间的化学反应和这个灵感。魏公是哪边人的同
统领还掌管着都察卫马这种角色，也算是你的统治区。和过去杀伐决断、风华绝代的人物相比，这个角色最代表的地方是什么？演得不过瘾，因为他的整个线索没有展开。他们在这个第1季里边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是藏着的、隐藏着的，有点施展不开，只能把气撒在职场小白身上，有的时候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个老谋深算的人，他在暗地里，然后让他们想起来，我来争宠，但是最后都被他灭了。他送我一个茶台，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就是现代知识的一个茶台。比较过瘾的就是跟这些年轻的我的手下之间的那些细微的互动。作为反派界的标杆，有一个正派的统领，会不会有点惋惜？没按好人情面，就是他有自私的一面，他有无私的一面。我开始不信任他的话，我肯定对他有防备的。后来一旦信任他之后，我想尽办法就把他的命保下来了，但是也要给他教训，也要给他威慑，说你现在不能鲁莽，你不要凭一腔热血就去做这个事情，你会送命的。很真心的在教我，也会对不一样的方式去教他。像他有特别多的喜剧元素嘛，这次会不会双方都要开发一下这个喜剧人？主要是他们，我都没想到，在拍的时候，他在我面前表现的都非常老实啊什么的，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是啥样，我就没看到这样。那天我看一个片花说，他跟田曦薇说，对你的什么死心塌地，死心塌地，然后跳，就是做了3个比心。我现在只想买一块地，买地，对公主的死心塌地。我的天哪！我说这个演的已经演的就是很欢快了，就是人和戏融在一起了，你一点都不觉得难受。魏公说，平时我不知道这小子在外面是这样，可能他本身那个心理和身上就带有这种喜剧的因子。如果你身上没有这种逗的那种感觉的话，你去塑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有喜感的人是很难的，喜剧是最难的。是你见过最皮的男演员吗？目前我合作过的就是那个角色里边，应该是最皮的一个角色。我相信他还会有无限的别的可能性啊。许谦这个角色真是很好，你应该是互相成就，很丰富。有一天如果有一个杀伐决绝的角色给他的话，我相信他一样能完成得很好。我想挑战，会以他的表现打分。99分，那1分交给观众吧。真的很好，其实全部人马都尽力了，他演得非常丰富，非常值得期待。弟弟对于99分的表现会怎么样？说到魏公的认可，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对，这角色完成得非常好，心满意足，非常开心。这个角色是不是一点都不拔尖？许谦也有他展现他一个有担当的一面，有责任感的一面，很可靠的一面。确实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霸总吧，但是我觉得总之他是一个肩膀上能扛事儿，能有责任感的一个少年。如果安利的那个场面，比如说给粉丝做同素材的话，你自己会安利场。如果是欢乐逗趣的话，就像刚刚魏公提到的功夫茶台，可以期待一下功夫茶台。他还来个这个动作我送给你的，这叫功夫茶台。功夫茶台。对，这是现场临时想出来的动作，然后和家人在一块也有很多很欢乐的戏，还有强烈推荐的肯定是我们大凤最后几集的斩首，也是一个很高燃的一个片段。总之，可推荐挺多的。导演他很多是经常在片场爆梗，就是自己拿很多台词。其实也有很多是没有被采纳的。现场去创作的时候，我就是会源源不断的去头脑风暴，或者说去提供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能不能采纳嘛。其实这是一个演许七安的时候的一个习惯。那你每次有这个相机去片场，可能这一次拍了很多，我也拍了他了。我在现场就逮着谁就怼着脸就拍一下。在他们没有发现的时候，我都基本上都属于盲拍，所以有的时候出来的那个效果是特别好。那有我没看到过的照片，应该有。可以现秀一下。在电脑里，我都存到电脑里了。我这儿有一张我俩很可爱的照片，等播戏了我发出来。我们还拍了一个抖音，我拉着魏公拍的，但是我都忘了是什么了，反正挺搞笑的。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被他们折腾的，挺好玩的。如果咱们主角团全部穿越到现代嘛，你们希望是个怎么样主题的？对，有王鹤棣在的话，田曦薇在的话，我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拍一次。
这个剧本有他们我就参加。都记下了啊，下次那个再跟我和魏公二搭的机会。生活一点的戏份吧，就比如大凤世界的大家。都是一个小社区的或者一个小片区的，这样大家一帮就是特别有烟火气，一起长大的，然后一起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然后一起奋斗啊，或者是一起生活的故事。那你想跟刘老师演跟他的人物关系吗？就我挺想跟军哥演一点警匪、悬疑，这种戏。你也喜欢这种题材？你是说看是吗？我也是，很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或者是两个阵营的，或你抓我，对啊，我抓你，你抓我，一般是你抓我吧，我抓你不新鲜，你抓我，应该剧本很棒，很大胆。2024年已经有声嘛，就是回看这一年有什么感触？认真的演戏，好好的生活。没错，我觉得保持拼搏，保持奋斗，然后脚踏实地，好好演戏。听马上要去泰国开演唱会了，可以展开说说吗？就是我演唱会其实就和我的名字一样，不和演唱会的名字一样是 D Party 嘛，其实就想开一个大的 party， 然后让朋友们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现场的氛围。这彩蛋有什么可以让大家猜一猜吗？跟我们的大凤有关的。哇哦，这挺值得期待的。对于来支持这个粉丝有什么想说的？肯定要感谢大家来捧场，和我们一起实现前面所说的那些期望，享受音乐，享受现场。然后也要嘱咐大家，开开心心来，安安全全回，注意安全。那今天其实也是你的生日嘛，有参加粉丝那个无人机应援对此回应吗？是的，我都准时准点收看了，非常感动。而且这个事儿去年在横店的时候也有，就是要感谢兄弟伙们用心的为我准备的这些祝福，这些祝福也都收到了。我会加油，让这些祝福都变成是现实。感谢大家。下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环节，这是一个贺卡，先不介意把它念出来。哦，谢谢。可以挂在身上。这是啥？朝朝如愿。我这不，这样怎么弄？那我坐着了。我给你弄。哦，这么事儿啊？对，谢谢魏哥。谢谢魏哥。对，携着飘带，王鹤棣帅到全场尖叫，谢谢。朝朝如愿，多好的祝福！朝朝如愿。哇，谢谢。谢谢，生日快乐！谢谢魏哥，谢谢军哥。说嗨嗨，亲爱的，生日快乐！你每天都精彩。谢谢，生日快乐！可以给我们许个名的愿吗？那就祝大凤打更人，大爆爆！好，谢谢。哎呀，好了，